各位朋友，大家好，各位在线上的来宾，还有在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也非常高兴大家今天能够来到今天晚上龙应台基金会所主办的不寻常对话。我叫王志明，目前在中研院欧美所任职，那主要研究的是这个美国文化跟文学方面的问题，对台湾以及两岸关系以至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也都有一份关心。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以这个龙应台基金会的义工的身份来担任今天的这个主持，那所以非常高兴能够在现场见到大家，也能够见到在线上的这些朋友们。尤其今天特别开心的是能够跟在我右手边的这位帅哥吴一农一起来讨论今天一个有一点点沉重，但是又非常重要的话题，走向2049。那么一农因为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所以他必须戴着口罩上场。所以也请大家多多的包涵啊。我首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宜农，不过我相信他大概不大需要我的介绍，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知道他。宜农在芝加哥出生长大，6岁的时候就回到了台湾。那么之后呢，念完国小、国中，然后再回到美国去念高中、大学。他是耶鲁大学经济系毕业的高材生。那在之后呢，到了这个美国的高盛公司。高盛集团工作，然后后来又到香港外派，大概10年的时间，有非常丰富的国际经验。但是，他后来离开了金融界以后，就回到了台湾，参与了很多的公共事务，也以非常多不同的身份，关心台湾的一些重要的议题。所以今天我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高兴能够和一农兄来一场这个不寻常的对话。不寻常不仅仅是因为他今天感冒了而是因为龙应台基金会能够提供这么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让我们可以针对一些平常没有机会彼此交流的话题，做一点点深度的讨论。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当然要首先非常感谢龙应台基金会提供的这个机会，特别是龙应台老师的邀请跟这个支持，同时也要特别谢谢基金会的这些朋友们在幕后的这些主持以及宜农的团队、中国台湾的这个朋友，特别是 Karen 这么多时间的一些帮忙。开始之前，让我稍微对这个主题跟大家做一点点的说明，为什么叫做走向2049？我想大家都会同意，1949年是台湾现代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或者转捩点。那么2049呢，就会是这1949的100年，而且这会是在25年后即将到来的未来。一农和我这一辈人，我们大概是所谓的6年级生，没有意外，大家都有机会看到2049。对我们的孩子来讲，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会受到2049这个状况的一个影响，不管这个最后的状况是什么。因此，面对这么一个动荡不安的这个世界，尤其现在以巴的冲突、俄乌战争仍然持续的进行，在南海、在台海都有很多的令人担心的这个事情发生。面对这样的一个动荡的世界跟不确定的未来，我相信很多我们这些中壮世代的这些朋友们，大概都有很多的忧心跟忧虑。作为家长，尤其很担心或是彷徨，不知道我们的小朋友以后会要怎么样面对这些事态的变化。那就在今年2月，刚好我去跟家里一起到日本去旅行，在奈良的一些寺庙外头，我们就看到有很多小朋友提供的这个绘马，就是祈愿的这些祝福，其中有一些就是关于世界和平。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意外跟冲击，因为我发觉其实好像小孩子并不懂这些事情到底是外面的世界到底是如何，但其实他们并不是一无所知。这些种种的纷争动乱，其实也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留下了一点点阴影。那这些简单的祈愿“世界和平”4个字看起来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单纯，可是其实隐含了很多我们这一辈作为父母亲需要去考虑跟思考的一些问题。那么所以今天借由不寻常的这个对话这个场合呢，宜农和我就会希望能够用一种中年大叔的心情跟身份，来谈一谈，不仅仅是作为父母，而是说作为这一辈的这个台湾的青年或壮年，怎么样面对这些问题，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小孩思考这些动荡跟不安，如何帮助他们，同时也和他们一起走向2049。
之所以要这么讨论这个话题的一个原因是这样，因为在这个动荡的世界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其中的是非黑白，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够说得清楚的，也不是某一些特定的立场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全貌。那比较重要的，在我们看来，包括我们之前聊天提过的一些话题，其实是怎么帮助孩子面对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遭遇到的一些冲突跟这个挑战的这些困境。尤其关键的，比方讲是借由这些经验，帮他们建立起一些认识社会跟人生的一些伦理跟价值。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面，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的长辈，其实都曾经跟我们说过很多的故事透过这些故事他也在告诉我们一些如何面对人生面对世界、面对动荡的一些道理跟想法。尽管我们未必都会接受这些长辈的经验跟教训。因此我想今天不仅仅是一场对谈，同时它也是一个邀请在现场跟在线上的朋友们都能够一起来想一想，在这个动荡跟不确定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考虑问题，怎么样展开对话。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大概有差不多60分钟的时间，我会跟一农稍微聊一聊，针对一些议题聊一聊彼此的想法，然后我们会开放讨论。那也非常欢迎现场跟线上的朋友们能够一起参与提问或者是给我们一些意见。最后我想在正式这个对话开始之前，稍微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对话主要是以个人的经验为出发点，并不代表会要去代言特定的机构或立场。我们今天提出的想法跟观点，主要都是来自于我们个人的经验，所以自然也不会代表龙应台基金会的一个说法跟立场。那这个大概是我想稍作说明的部分。所以一农，我想你现在是2个孩子的父亲了，比我多一个，厉害。作为父亲，看到孩子们面对挑战跟困难，你怎么样理解他们面对的这些挑战跟困难？你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介入跟协助他们？你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我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边是一个亲子论坛嘛，所以，我正式我来回答那个志明的问题之前，我也想要谢谢志明今天扮演一个非常接受这个这么这个困难的任务同时担任语坛人，同时担任这个主持人，然后又要跟一个据说很难聊的一个对象来一起对话，接下来90分钟。那希望不会太冷场，对。那也非常感谢现场一位老朋友、熟悉的面孔与新朋友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繁忙的这个时间跟傍晚来到这边跟我们一起进一步的认识、进一步的讨论。这个今年题目1049到2049，1949到2049，当然。我们在谈的外部是台湾的发展跟台湾的安全，两岸的未来。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们先从一个2位中年大叔的角度，或者2位父亲、2个公民的身份来谈一谈，我们怎么带着我们的孩子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带着我们的孩子成长。那或许在这样子的一个对话的一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找到更多公民社会对话的方式。那想到1949到2049，对我来说这几个日期其实是蛮有趣的。我想我们父母都是大概1949年那个年代出生。那到2049年，我们2个人差不多会是他们现在的年。是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期待台湾的2049，台湾社会长怎样？期待我们的孩子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这个持续的生活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讨论台湾未来台湾安全的一个方式。那我们知道1949到今天，其实台湾的社会有许多的进步，不管是经济面还是民主面。那我们也知道对岸的社会在这段时间经历他们自己动荡的年代。那他们特别是在近期有许多的这个发展跟改变。那在接下来的短短25年也就是从1949到2049这一个100年，是一个世纪，到底这个两岸关系会长什么样子？我们都有一个期待。刚刚我觉得志明讲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和平。
那到底两岸会越走越近，还是越走越远？这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程度是取决于北京政府的选择跟决定。台湾的未来会长什么样？相当大的程度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决定。我们的团结，我们的韧性。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题目，我绝对无法在90分钟里面好好的讲完。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谈的就是志明刚刚丢给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带着孩子去看待这样的一个看待未来。那我不敢说我很会带孩子，但我想到这100年，我想到的是，刚刚讲到嘛，我们的父母辈大概是1949、1949。我的祖父在过世后，我跟大家分享，我的祖父在过世后，我们的那个家人长辈们在他的卧室翻到了他的一本日记，然后翻了，看到里面在1979年他写了一段话，公写的话，1979年，然后他在这一个短短的这2页的几句话里面谈到说他对未来的期待，他对他第2代的期待，就是我的阿公对他的，他说他希望他的下一代不管在家庭上，在社会上，是一个良善的人，就这么简单。那我从小听这个故事，听到大。当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我觉得如果我们都做得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们就成功了这件事情。我们不敢期待他们做什么，我觉得我们没有权利期待他们，要求他们做什么。我相信每一个父母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给孩子最好的环境、最好的机会，让他去探索，让他自由的决定自己未来，让他不要活在恐惧当中。当然，在这个摸索过程中、成长的过程中，让他有安全感。我觉得这应该是每一个父母亲的一个最基本的期待。当然，我们除了希望他们长大是一个良善的人之外，我也希望他在2049年，他是生活在一个良善的社会，一个同理的社会，一个公平的社会，一个持续有自由保障的社会。所以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实现、怎么维持、怎么保护我们台湾？我觉得从1949年到今天，我们最重要的这个资产，也就是自由的文化，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然后跟我们的孩子又有什么关系？跟我们的教养又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这个经验就是说，在孩子的校园总是有各式各样的发生。是的。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或许是一个共同经验孩子会来跟你说在学校下课的时候可能还会去被欺负，他自己被欺负，对，或是欺负了别人，或者欺负了别人。我来告诉你，那我们会怎么回应？会告诉他什么？或者是说回来跟你说，同学做了一个恶作剧，有人在上厕所，然后他们把灯都关掉了，然后就是回来告诉你，好好玩。那我们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孩子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第一个反应，但当父母亲真的是太困难了，是会，因为你觉得我们教给他，我们传输给他，我们告诉他们的那个，我们第一时间的那个回应，其实也是在建立一个价值观，是，没错。我们也期待他们透过他们的行为，让他们的校园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地方嘛，对不对？那校园的确，校园其实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嘛，所以到底我们会告诉他说，只要不是你被欺负就好，还是说这个那个不管你是不是全班最小只的，you have to say something, do something，是站出来帮助这个受欺负的，还是你告诉他说，去找大人帮忙，告诉老师，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我们透过每一天的这个行动跟决定，其实在慢慢在塑造、在形塑的是那个校园的样貌，也是我们公民社会的样貌。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啦。对，我觉得宜农说的非常好，我也非常感谢他单刀直入的这个把很多的话题说得很清楚。一方面，当然我觉得这个校园的课题，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之前
在讨论的时候涉及到了一点点。其实我们今天之所以想要从一些小孩子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起，并不是因为我们是什么优良父母亲啊，然后这个特别会教小孩，并不是如此。恰恰是因为我们在这些跟小孩的相处当中，我们体会到在很多的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的问题不仅仅是那个教育现场或是个别小孩的问题。而是它反映了整体社会当中所存在的种种的不同的样貌，所以我们是希望从这个地方切入来思考，当我们走向一个不确定未来的时候，当我们不能够控制所有的一切的时候，那我们能够给小孩什么？从这个地方回过头来去思考，那我们应该建立跟努力的这个方向在哪里？那我跟银龙说，我说只要他讲一个小孩的故事，我就陪他一个小孩的故事。所以呢，他的这个故事其实也让我想起我们家小朋友在学校里头的一个经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验。这是关于白了我跟银龙说一下，我跟这个小朋友报告过了，就是说我的小朋友同意我可以讲这个故事。这个经验是这样，他在有一天他下课我接他回来的时候，他说。我看他心情非常的不愉快，有点闷闷的这样。我说你怎么？他说，哎，我又一次的没有选上班上的模范生，这次就差2票3票。我说哇，你这么想当模范生哦？然后我就问说，那为什么你没有选上呢？是不是别人比较好啊？是不是哦？还是怎么样？他说，就是每次这个选上的人呢，几乎每次都选上，然后呢？这个班上的男生呢都会集合起来一起投给他这样，所以他就觉得在这个选举的结果，倒不是说他有多么喜欢当模范生，而是他觉得这里头有一些不公平的感受。那于是我就问他说，那面对这样一个不公平的感受，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啊，是因为这个小朋友不应该当选，还是因为你觉得这个整个选拔的制度有问题，应该被调整？还是你觉得男生就是都会欺负女生这样 ？OK，那当然他没有更多很实质的想法，但是我最后问他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那面对这个状况，你希望我做什么？没有特别的回答我。那我就问他说，那你希望我去跟老师说吗？然后呢，他看着我，然后很坚决的说，根本不要。那我这边讲这个故事，一方面当然是半开玩笑的说陪银龙一个故事啊，另外一个方面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呈现了呈现2个非常重要的面向，一个是我们对于制度本身这个东西，特别是当事人，比如说像这个 case 里面，这个小朋友，就我女儿，她怎么样感受到这个制度对她的影响，以及她对于这个不公平的感受究竟源于何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怎么样面对这个不公平的感受，然后他去思考他能够做什么，然后他选择哪些事情是他不要做的。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们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但是是一个非常好的 teaching moment，就是不仅仅是对小朋友来讲，对我自己作为一个长辈作为一个大人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去思考说，面对这些问题，其实回过头来就有点像刚银龙说的，就是那你要怎么办？你是要去把那个小孩打一顿，还是你要回来这个找老师帮忙？这当中的选择其实反映了一个我们对于小孩怎么样面对社会跟困难跟挑战的一个价值的建立。我想这个大概是我们今天想要从这个话题跟大家开始讨论进行对话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那最后多说一句，就是我觉得刚刚银龙另外这个单刀切入的一个地方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把整个台湾不仅是回顾过去同时也是展望将来，放在一个是关于和平，放在一个关于安全的这个话题上面。那我觉得这2个东西特别的有意思，因为一方面这也是我们对于所有的家长，我想都是一样的，对，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小孩遭受困扰或困难，但是我们如何去维系或是在这个方向进行努力，我想这是另外一个今天可能也很重要，很希望能够展开的一个讨论。没有，我觉得我们在我没有任何的妄想说我可以影响校园这个下课时间同时之间互动的方式了。
那我就是以一位家长的身份，我只期待说我的孩子们会学会同理。在面临任何的状况的时候，如果看到别人被欺负的时候，或者被捉弄的时候，他可以放慢脚步。如果他可以思考说，如果换作是我，我会希望在旁边的同学做些什么。他可以做到这个，那我觉得那就是进步了。那做不做得到？现场各种的现实的这个困难跟挑战，同学之间的压力，那个我们当然都知道。但是如果他可以有这样最基本的一个同理心，就是说这位同学虽然不是我的家人，可是我还是把他当做我的兄弟姐妹来关心。如果他可以做到这个，那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做得太早。那我觉得这也跟待会或许我们会谈到的议题有关，也就是说我们的公民社会这个公民意识要建立在什么东西上面？我们这个最重要的资产，我们的公民社会的文化来自哪里？那为什么其他地方没有？我觉得这些都是，那我们如何善用这样的一个资产，走向一个更安全、更和平的一个未来？这个是。没有，我觉得银龙提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同理心的这个建立，其实说起来大家都觉得都会同意我们需要同理心，可是同理心的建立并不那么容易。同理心的建立需要不仅是一种感性的这个感性的这个认识，同时它也背后也有一种理性的色彩在里头，因为我同理了，所以我会做出一些相应的行为。那我觉得在这里是一个非常有趣，也值得我们回顾去想一想，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包括银龙在香港工作10多年的时间，相信也碰触到很多各种各类不同的人。那今天回到台湾的语境里头，可能最关键的大概是我们怎么面对台湾内部的这些差异性或者是说跟两岸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在这里我们有没有什么同理心可以建立的这个基础？这个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在思考安全跟和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面向。所以我不知道在这里你要不要谈谈你自己的这种经验跟两岸三地的这个交往？我大概在2002年、03年开始就有到香港居住工作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那段时间我也经常去中国有时候工作比较繁忙的时候，甚至在中国的时间比在香港的时间还要多。那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现在谈到香港，当然我相信各位不管是现场还是线上的朋友，现在可能脑海中首先联想的是这个国安法他们刚通过的23条。我在刚到香港的2003年，其实当时他们第一次尝试推动这一个国安法那当然许多的香港民众人民上街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反弹，然后最后收回来。但是我们看到过去的20年其实在过去20年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公民社会越来越弱化，甚至许多国际团体慢慢决定离开香港，有一些来到台湾然后到21年后再一次迅速的这个通过。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许多的碰撞跟这个抵抗的尝试但目前的结果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那其实对我来说回顾这是不过20年前的事情而已。OK， 那可以一个这么有活力的一个社会可以有这么快的一个转变其实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也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个发展。我在这个过程期间这20年来，或特别是前面的10年经常在香港工作在中国这个往返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也认识了不少香港朋友来自中国的朋友。那我们就讲几个故事，你待会要还我2个我尽量。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从小就看这个
从小读书，没来过台湾，但是就看了台湾的知道台湾有日月潭了，知道台湾这个宝岛，就期待有一天他可以到台湾来看一看，看看书中写的这个美丽的地方，然后最后当然带着家人也过来了，我也招待他们，也带着他们出去走一走。那在这个过程中他曾经跟我开过一个玩笑，他当然知道中国跟台湾之间的这个矛盾，那他自己后来在国外念书，在香港工作，成家立业，他也知道这个所有人的这个最内心的一个期许，就是我要希望我要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自主性嘛，对，他都知道，这些他都知道，但他还有一天开玩笑跟我说他说这个两岸的这个很像这个，他就说他是身为一个中国人，他就说我们这么爱你，从小对你就充满着好奇，你居然不爱我，你居然不爱我，理智上他知道我们追求的民主，理智上他知道这个自主是对的价值，但是在这个情绪上，他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受伤，我们为什么想要走自己的路，或者为什么想要决定走自己的路，那这一条路可能不是跟他们在一起，OK。那但是我刚刚只是讲这个故事，我想要讲的是，其实我其实想要讲的是，我在我所有的中国的朋友身上看到的是一个现象只要有机会出国念书，大家一定把握，只要有机会到香港或者现在到其他国家移民定居成家，他们一定会争取只要有能力，一定会把积蓄放在不是中国境内，OK， 那几乎没有这个例外，那我想要说的是因为北京政权，因为中国的制度，导致中国社会目前是一个多数人没有安全感的一个地方，每一个家长没有安全感的地方，觉得孩子在那边可能没有未来的地方，那我觉得要了解说，其实他们也期待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但是他们现在没有，他们现在没有。那我经常有人问我说，怎么看待中国的朋友、香港的朋友、国外的朋友？我们要记得他们现在面临的现实，他们活在的社会，一个没有司法的保障，一个只要是弱势或者受害者。不管是在性别的这个平权上，不管是在宗教的自由上，不管是在言论、思想、政治方面，他没有任何的，他是完完全全的弱势，没有任何的安全的保障，那是一个势力、权力、财力，就决定是非的一个地方。那这个环境其实不难想象，因为其实才几十年前，台湾也才从那样子的一个环境。一个专政一个独裁的一个制度走出来的，所以当我谈到中国的朋友们、香港的朋友们，我希望我们可以有多一点点的同理。刚刚讲到的是 ，they're in the same struggle。OK， 我们其实是在同一边的。那在中国打压中国人民人权的，在香港打压香港人权的。然后现在持续的试图打压台湾的自由的，其实是同一个制度同一个政权，那直到中国开放，或许自由一点点，我们台湾的未来永远会是一个不确定性。是。我想怡农说的非常的有意思，我先回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更多不是我个人的故事，其实是一个我回顾历史过程，没有太远。我们想一想，1989年曾经在香港有非常强大的支持中国民运的这个运动，在台湾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甚至更早，在我前阵在看到的一个新闻片段，是1961年，其实在香港跟台湾都有援助大陆同胞的这个叫什么 donation， 就是捐助的这个活动。那这个不过这就是我们过去这100年来其实实际发生过的这个经验跟历史。
这里头有刚刚您讲到的这个同理的部分，您更多的是说到就是说，同理他们对于自由的追求，对于民主的这个渴望。可是我想刚刚我要借着这个历史的故事来说明的，跟这个不是完全的没有关系，或是相反，而是说在这个切面当中，同时还有一个对于大陆状况的一个真诚的关怀，相信或接受这些在苦难中的同胞，当时所谓在苦难中的同胞跟我们相连，而且需要我们的努力。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的没有太大的差异，可是在于对于中国现状的理解，特别我觉得回到同理心的这个问题，这里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关键的差异，或许我们可以再往里头深挖一点点，就是说，我们或许都会同理大陆的人民啊，譬如说对这个刚刚讲到的自由民主的渴望，可是同时在大陆也有很多的人民会支持他们所存在的，或者说某个意义上面来讲，接受他们所存在的这样一个样态。那也就是说，我们认识的中国朋友当中，林林总总各种的意见都有。中国大陆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很多不同的想法跟想象。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我们 engage 大陆的朋友也好，大陆社会当中的一些变化跟变动也好，恐怕都不能够仅仅的是单纯的觉得我们是同一边，这样子就我不是说这个不重要，而是说这里头还有很多的复杂性。特别刚刚譬如说，我想殷荣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北京政权或者中国大陆政府。那我们可能也需要把中国人民跟中国大陆政府做一点点的区隔，跟区分。可是，在很多时候，恐怕这个区隔跟区分又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拉得那么清楚，好像这个人就只是怎么说呢？你跟我想的不一样，或者你跟这个政府想的不一样，这敌人的敌人必然就是我的朋友，显然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今天在面对大陆问题、两岸关系当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容我再多说一句话，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我刚刚试图描述的这个历史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情感起了变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从原来的那一种不敢说100%的接纳，可是基本上没有绝对的断绝跟分裂的那样的一个心情当中，转变为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当然这些界限是有它的现实的理由跟脉络，但是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情感的变化，以及去思考这个情感的变化所造成的政治选择，这个恐怕是我想我们还需要在今天这个场合以及其他的场合当中更进一步讨论跟考虑的。Yeah， 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就是说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不是真的普世价值？是不是有人愿意活在这个独裁体制？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对于那个政权的感受跟想法，倒不是说他接受了这怎么讲？倒不是说他是这个大陆的公民，他就一定要支持政府。但是有些时候他们对于政府的想法或感受未必只能够用一种普世或非普世的方式来判断它，这个是我对澄清一下。刚讲到1989年，我也想到我另外一个朋友北京长大的，那他就印象中那时候年纪还是很小，就记得这个表哥们这个某一天就上街头就出去了，然后回来之后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好像很严重的事情，但是从此家人就不谈那一天。OK， 我觉得我们在一个连言论自由都没有的社会，的确很难知道民众在想些什么。那我相信那这个情况在香港也会随着这个国安法第23条的通过，迅速通过，也会成为一个恐怕是一个现实。那社会这个看到一个社会失去了基本的这个言论自由，然后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OK， 我相信那些感受在座或者线上应该有不少人还记得，那是什么样子。但我刚刚其实也想要讲的是说，当然我们不假设我们知道14亿人在想些什么，但重点是这个
公民社会在台湾蓬勃的发展，它的前提是因为我在一个自由的一个制度下，我们拥有自由，我们拥有民主。那我们也知道，目前我们所面对最大的挑战的这个货源，它是北京的政府，OK， 不是中国人民，okay， 甚至我们期待的。我们或许还有更多的 common ground。我想讲的是这一件事情。那我觉得我们或许没有太多实际可以来支持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方式。OK， 但是我们要关心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的政治发展。因为它深深的影响台湾的安全以及台湾的发展。这个我是同意的。是。对，我想在这个讨论里面，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或者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共识，其实是理解到，言论自由也好，民主也好，作为某一种台湾的重要的资产。那么，可是我觉得同时也需要去在这个基础上面去考虑跟思考的，就是说，那我们如何维护这个资产，不要让它被损坏了。那这个损坏有时候不见得完全只是来自于外部，外部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方方面面。可是有时候在这个影响下面，很多的内部的问题所造成的一些损害，可能是更为严重。所以我想，我们也曾经谈过，比如说陆生陆配的问题，我们也曾经谈过一些关于这个所谓的怎么样考虑两岸交往。譬如说我曾经私下问你说你会让你的小孩去大陆吗？比方讲类似像这样一个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可是这个某个程度上去试探或是去理解的是我们怎么讲？我们对自己的信心同时也试探的是我们对自己价值本身的这个一致性吧？或许对。那所以我想可能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会不会更值得我们去分析，或者是想一想的是，在一些具体的议题上面，在我们各自的这些操作上面，所谓操作，就是说各自的工作上面，有没有什么是我们特别关怀，然后可以再往前走一步的这些问题？回答那个问题，我后来跟那个志明，他不是私下问我那个问题吗？那个我的答案是会啊。只要他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OK， 只要他知道风险在哪里确保自己的安全，那我也更希望我的孩子们了解国际的发展，因为台湾的发展不是只有透过中国一条路，但这不表示不应该认识跟了解中国，所以我觉得这些是完全没有冲突的，那。其实公民社会讲到这个公民社会跟言论自由跟民主的这个维护我觉得这个课题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其实我们壮阔台湾，我透过壮阔台湾是我差不多4年前成立的一个非营利组织，我们是一个社团法人。那我们在做的工作基本上分2块啦。第一块就是我们希望提升社会韧性那这或许待会有时间可以聊到社会韧性。那所以我们在这一块的工作也做在民间推广灾害应变的训练我们培训教会啦、学校不同的非营利组织，甚至越来越多的企业给大家紧急应变的能力因为我们相信社会韧性面临任何的灾难，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它是取决于每一个社群最基层的社群，他自己能够保护自己知道怎么照顾彼此的这个意愿跟能力所以我们一直在基层在做这件事。但第二件事情我们在做的也跟韧性有关，它是民主韧性。OK， 我觉得跟刚刚志明谈到的这个议题，我们怎么维护我们的民主资产，我们怎么确保言论自由，我们更重要的，我们怎么重建大家对民主制度的信任。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这个是公民意识的培养，这个是选举制度的调整，这是政治现今的改革，这些都是我相信大家看看你周遭的人，有多少人觉得说民主政治应该更健全、更正向，可以更好？有多少人上次没有投票，2022年没有投票
2022年跟大家报告投票率60%而已，60%。10个人里面有4个人当中决定，不投票，我不投票跟我没有关系，或者我都不喜欢，OK，好，那我觉得这也是公民社会每天要做的功课，因为这不可能4年来一次，4年来跟大家说，很重要，4年来跟大家说没有这个行使你的公民权，不是嘛？因为大家的决定、大家的行为、大家的行动，其实取决于什么呢？大家对于这个制度的信任。我相信民主制度，我认同它，我觉得它有在好好的运作，因此我参与。那所以我们的选择就是透过每一个人、每一个 NGO 的努力透过这样子的对话，OK， 让我们迈向一个更正向的一个循环，越来越多人来参与，来开始对话。我们没有任何的企图想要在期待彼此在所有的议题上面都这个100%的同意，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对话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找到common ground， 是我们找到一个共识，一起前进的方向。所以我觉得，但是要做到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很缺的一个感受，一个情感上面的感受，人跟人之间情感上的连结，是一个对彼此的认同。公民意识它建立在一个对彼此的认同，它建立在一个共同的经验上面。那我们要怎么去强化这个感受？就是尽管我们有一些议题没有，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说我们是在同一边的，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在一起的。那这个认同要怎么去培养？我觉得很重要的当然是一个我刚刚有谈到一个重点，共同的经验。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台湾的兵役制度义务役制度太可惜了。它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而已。它不是一个国防问题而已，它更应该是一个公民意识、公民社会强化公民意识的一个方法跟一个计划。所以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或许改天我们有机会再好好的谈这一点。那我觉得这些都要做，这样有没有离题了？没有，非常好。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容我稍微在这个话题上面再停留一下，因为我觉得其实。宜农非常的难得，因为他是愿意走入深水区的人。虽然我们原来预先的设定是希望说不要太过的那个，但是我觉得非常的难得，是因为这也是今天我觉得很不错的地方，就是说他是非常的诚恳，然后也非常的愿意把这个话题打开来。在公民这个问题上面，我想大概没有人不愿意认同或不愿意归属某一个共同体。那么可是我觉得从一个学院的这个角度来讲，共同体永远是一个边界性的存在，那这个共同体的边界就往往造成了很多的区分。我觉得很多在今天台湾社会上所面对的或面临到的一些争议或问题，很大部分也是来自于这个共同体划分的一种绝对性，好像只有如此就不能若非如此就不能够如何。那这种绝对性当然跟公民身份所承担的这个包括缴税服兵役的这个义务或者是投票的权利等等，这个当然是互相配合。可是也恰恰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在这个社会当中还有很多游移于公民身份之外，但是属于这个公民共同体生活当中的这些人，就会成为今天如何思考这个公民共同体的一个很根本性的一个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是个挑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是一个突破性的这个可能性。那我这么说的意思是因为确实在台湾内部这么多年下来，从早年的外配到陆配，然后到这个陆生议题，或者是在外劳的议题，这种种的一般被视为所谓的人权问题的这些议题，其实慢慢的都面对了这个共同体的边界的问题。那这个我觉得是今天在某个意义上面来讲，台湾社会在巩固民主、在巩固这个自由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需要自我挑战的这个地方。另外一个特别涉及到民主跟这个选举的话题，我刚开玩笑的跟朋友说，这是我今天早上在这个电台上听到的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是兄弟象的明星球员叫周思齐，他说呢，棒球运动在台湾只是第3大运动，第1大运动是选举。
第二大运动是庙会，我想这几天有看新闻的人大家都晓得。那这个固然是个玩笑话，可是我想这个某个程度上也反映了今天所谓民主制度在台湾的一种普罗上的一个 perception。当然它不见得就是如此，可是这个 perception 或者这种感受，可能也是今天我们在思考如何巩固共同体必须去应对的一个真实问题。因为这个是一个当它变成一个运动，变成一个竞赛的时候它是必然造成一种挫伤跟竞争。刚刚我刚忘了谈这个，我觉得中配中国籍配偶的这个议题就凸显了刚刚志明讲到的第一点，这个选举运动，这个选举的这个竞赛，的这个，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有太多的操作跟误导，这个也影响了我觉得社会大众对于民主政治的一个信任跟看法。我举个例子，我们今天不是来谈这个移民法。但我就以这个不久前的这个议题来说，提案的一方就会说，这个你看，我们这个中国籍配偶这个入籍，目前这个相对于这个外国人、其他国人，这个配偶外籍配偶入籍，还要困难，是，因此所以我们启示。目前的制度是歧视，这个所谓中配我们本身也不喜欢这个名词，我觉得听起来我相信我们同意这个并不是最好的一个标签但因此所以就提案，然后我觉得大家我们看到的是台面上政治在操作的是一种情节，或者想要操作的是把对方形塑成一个这个不理性的。仇恨某一种族、某一国籍的人，但是我觉得，我为什么说这是操作，而且很可惜呢？因为他们如果好好的告诉你说，其实目前 ，OK， 中国籍配偶入籍的这个年限，OK 是比如说6年，但是外国他现在外国人其他外籍配偶入籍的这个期间，他如果告诉你是4到8年，你就会发现，哎。这两个其实没有哪一个比较公平，哪一个比较不公平，但是的确他们是怎么样，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觉得 common ground， 我认为我们应该有的讨论是，那应该一视同仁啊，不应该分外籍配偶，中籍配偶，大家都一样4到8年。或者都一样6年，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我相信多数人会觉得说，这是合理的，那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历史背景，我们的宪政的这个种种的考量，导致我们的法律有2套法律，对不对？这个从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到港澳，再到这个一般的这个法律，但是原则相信大家应该是同意的，就是不管你来自哪里，外国籍的配偶。就是要有一样的一个标准跟权利，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题目，我们可以好好来检讨的。但是因为所谓我们刚刚讲的第一大运动的这个竞赛被扭曲、被操作那这个是我觉得是持续在伤害民主制度的。是。那我觉得那个外籍生也是比如说其实外籍生这件事情。又回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台湾中国两岸交流，对，当一方不交流，这时候是谁的责任？是，对不对？比如说俗称陆生，再来我们不喜欢的标签，这个至少疫情之后，其实是中国政府说归零，OK， 那感觉。那可是我们在政治上面，我们看到的这个这个论述，其实有时候只是我觉得刻意的去只讲一部分的事实，那我觉得有太多的就是不够的正向不够有建设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需要降低参政的门槛。我觉得在政治改革上面，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新人，OK 进到。政坛里头，对，那让我们把更多有建设性、比较正向的言论跟想法跟立场带到我们的政治圈，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之前或许没离题，刚刚肯定离题了。不过我觉得这个题离得不错。一方面我觉得真的把一些比较尖锐性的话题放到了台前，但是我觉得我们试图要做的并不是要去很明确的站在某一个特定的立场，好像只有我是对的，对方是错的。相反的，我觉得刚刚的讨论在某一个程度上面呈现了一些议题的多面向。那也在这个意义上面，我觉得我们我想要小小的补充的2个部分，大概是说，第一个您刚刚讲的这个选举操弄的这个事情，其实就回到了整个对于情感的问题上面，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的这些负面性的情感，其实影响了我们对于民主的判断跟品质。那所以就是说，如何从这样的一个情感的复杂性出发，来真实的面对我们民主本身内在有的一些矛盾跟缺陷，这个是我想通过今天这个讨论，我非常感谢，也非常期待能够有更多的延展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回到一个公平性的问题，我觉得刚刚你讲的也特别好，就是如果我们都一视同仁的话，也许问题就不在了，对吧？可是为什么我们偏偏没有办法一视同仁？这固然有法律上面有这个宪法结构上的问题，恐怕也有很多的是情感的问题。而且当我们把这个情感的问题放到前台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容易去关注到的是那些当事人的一个情感问题。比方讲，为什么陆配会觉得不公平？为什么陆生会特别感受到在台湾这样的一个语境，反而没有他们想象的一种民主跟自由，甚至有些人，最终不管你回去了没有，变成了小粉红，那这个我觉得是台湾的民主次次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也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宜农分享这些经验跟感觉。那也许我们已经丢了够多的炸弹，不知道现场的朋友跟线上的朋友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想法？那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跟大家一起交流，所以也许我们今天这个环节就先到这个地方，那就可以开放现场大家讨论，好吗？我也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个对中国所谓情感上面的一些这个不友善，我刚刚想要说的是，其实许多是被操作出来的一个认知面的一个扭曲，因为就以这个中配外配的这个权益来说，OK。其实现在并没有一方是比较这个目前的政策它是长得不一样的，OK，那这年限大家都在乎的年限嘛，OK， 那之所以会让某些族群感到说好像有一个差别的对待我觉得其实是我们政坛以及我们媒体的责任，因为当政党为了政党竞争抛出一个议题。有一个说法之后，但是他的说法不正确，不符合事实，不符合我们的相关法规，是错误的时候，媒体的责任，在一个公民社会，媒体的责任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照单全收，直接引述、复制、贴上就好了吗？反正是他说的，还是他有厘清事实的责任，让看媒体的人，让读者更了解状况。那我们看到是现在许多的媒体，太多的媒体选择前者，OK， 导致我们的政治更混乱，导致我们的公民社会反而觉得说我们好像有更多的对立，更多的仇恨，可是事实不是这样子，所以媒体跟政治圈的一搭一唱，我觉得也是我们目前所面对的危机之一，但是我们只要认清有这个问题，有这个挑战。那我相信，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媒体人，他们觉得这样子不是好的一个循环。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媒体，他甚至成立这个非营利组织，又以基金会的方式来做他们重要的新闻报道的工作。因为他们也希望免于这些现实商业的考量。OK，那我觉得大家整个公民社会，大家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希望让这个社会正向一点。是，所以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来讲，台湾还是蛮有希望的，还有很多人在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外面的朋友会说你们台湾总是乱糟糟，
然后我们总是会说把电视关掉就好了，对吧？所以从这个地方，我想是一个很好的节点。那么我不知道现场的朋友有没有一些想要特别讨论的话题，或者是我这边已经有收集几个从线上的朋友来的问题，也许我们就先看看现场有没有朋友要提问或发问的，可以就直接先发言。感谢两位爸爸分享，就是对于台湾未来的期许，社会的期许。那我刚才听到多次提到同理心这一词，我想是今天一个蛮重要的 theme。那我先确认一下这个同理心的意义好了。它对我而言是意涵了站在别人的鞋子里面，以他的视角来想想他的处境、困难、忧虑、恐惧aspirations， 还有他为什么做出种种的行为等等，他需要什么 whatever。那我想放在一个我们现在政治对话的这个现况里面，国与国之间。政权与政权之间，党与党之间，不同立场的人之间，我看到的情形比较像是有诸多的抹黑，还有非黑即白，threat construction， 还有就是二元对立等等的，就基本上我是觉得比较难看到同理心了。那刚才有讲到，那在校园里面同理心长什么样子？对于弱势族群同理心长什么样子？那在一个政治的一个环境里面，同理他的角色是什么呢？那两位爸爸当打开电视机，或是小朋友看到网民的互相谩骂的时候，是如何跟他们沟通同理心这个话题？那我不知道每个人可能心中在政治上一定会有一个那最过意不去的 entity。就是一个人，我们需要同理他吗？同理他的好处吗？自己是如何做这件事情的呢？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题目。这个确实是做家长一个很困难的挑战啊。所以我们通常不建议陪小孩看电视，可以看卡通，但是不要看新闻。我想先 take 你最后面那个，我觉得很关键的，就是就是你是这么问的，你说我们总会有一些对象或是 entity 是我们不喜欢的，那这些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同理他们 ？OK，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是最困难的地方。而这个同理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我们已经预先决定我们不会想要知道他，想要认识他，因为我们讨厌他，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同理心发生的可能性的条件在于我们能够先放下我们对他的 perception。就是也许他不是就你想象的这样，这个事情在学校里头非常常发生，小朋友常常今天跟那个小朋友好，明天就跟那个小朋友不好了那不好了以后呢，2天后就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人在互动过程当中，当你有一个长时间的接触跟互动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人的方方面面的地方，所以你当然会有那个情绪上面不满意、不高兴的时候，可是也有更多的时候是可以提醒他看到他还不错的地方，或者是说你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我就延续志明刚刚讲的最后那一点，我们不喜欢一个人或质疑一个人，我们已经决定，我们已经下令，已经有一个想象，我们已经给他一个判决了，就是你是那样子的一个人。那在公民社会的对话特别重要的是，其实对话之前是提问跟聆听。OK， 你要先了解别人的假设、别人的恐惧、别人的顾虑是什么。或许我们有机会透过这一些假设跟了解，我们甚至可以找到一些我们的共同点。或许我们对于面对这些挑战的方式有不同的想象跟意见，可是我们就开始了什么？一个对话了，开始一个互动了。至少有一些共同的基础。另外一个今天绝对没有时间谈的，但是就是台湾的国安，我以这个为例，台湾的安全，台湾的国防。那我们现在在政治光谱上面可能看到一些非常极端的人，他们会说台湾只有一个未来，就是被统一。OK， 然后呢，不是被武统，就是我们心甘情愿的被和平的统一。因此他做了很多的决定，很多的声明
写了很多书，然后经常去中国。OK， 好，我们看到政治光谱的另外一边，另外一群人或者多数人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表现跟行为，很自然的反应就是，你跟我是完全不站在一起的，你跟我是完全不同挂的。OK， 可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先了解、提问，你为什么这样想？你会发现是对台湾的国防没有信心，而不是心中渴望统一。原来是不知道社会改变了。原来没有想到过去这20年不只是两岸之间军力的抗衡，现在更有一个集体安全的架构，越来越多民主阵线的国家等等。我们或许可以开始讨论你的这个假设本身是不是值得再斟酌、再去检视。我们就可以开始讨论。那如果我们的共同目标都是一个和平的台湾、安全的台湾、持续有自由民主的台湾，那么我们怎么实现它？但这前提是我们要愿意去了解别人的假设啊。对，非常好。我这边其实还有一些题目，不过想在进入这些线上的题目之前，再确认一下现场的朋友有没有其他的要在刚刚我们的这个话题上面继续 follow。因为在线上也有一些我觉得不大容易回答的问题，那就不要问了。好，那我先念一个好了，我先念一个。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有一点点关系，但是它更个人化。他这个问题是这样，他说想问两位有出国深造经验的讲者，会倾向把小孩送出国教育，还是留在台湾？各有什么利弊？这个完全是回到亲子教育的这个环节。为何两位都选择留在台湾发展？台湾有什么魅力让你们留下来？或者你们各自有什么使命想要在这个土地上完成？这我想适合你的这个特别适合你的问题。过去几个月很荣幸因为这个座谈，因为我们之前共同这个参与的一个我们共同跟一个美国一个访问团一起做了一个简单的讲座也是在龙应台基金会也是龙应台基金会促成的。那所以很荣幸过去这几个月有机会认识志明了，然后在这样子的互动中也开始也偶尔有机会聊一聊我们对我们怎么谈刚刚那个问题？是 OK， 因为志明出国好算几次，然后还有跟着孩子出国，我就不讲你的故事，待会你可能要讲。OK， 但我是这样啦，我是觉得我自己是非常幸运的，就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因为我父亲在国外念研究所，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很幸运的在国外出生，在美国出生，在美国出生之后回到台湾，但因为在美国出生，开始接触了英语然后在我后来的求学跟成长过程中，英文是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有许多的机会是因为我曾经在国外待过，我有许多的人生机会是因为我的语言。那我身为一位父亲，一位家长，我当然希望我可以我自己曾经有的机会，我也可以给我的孩子。OK， 但我更希望他们不用出国就有这些机会。因为我刚刚说过，我是因为人生，因为 life 因为幸运而有这样子的一个跟国际的一个接触但我当时我的父亲如果没有出国念书我的人生就不一样了。Okay， 所以那我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的发展的机会不管他要做什么是取决于我们的那一个决定而已。是所以我觉得一个更健全、更公平的一个教育制度 ，OK，是让更多的人，不管你家庭的背景，不管你多么幸运，都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有这些基本的权利跟这些发展的机会，有这些语言的这个学习各种语言的这个的能力。那他的问题是会不会送孩子出国，是不是？对，有一个问题恰恰是这样，我该让我的小孩有美国籍吗？
对 ，up to you。对，我想这当然是，这当然是个选择。当你有这个选择的时候，你可以考虑这个选择。那我觉得作为父母亲，我们最希望的当然就是说，让我们的小孩有能力做他想要做的选择。那如何创造这个让他能够有所选择的环境，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那问题就是说，有很多时候我们有使命，不见得我们办得到。我们不是使命必达的，有使命那未必做得到。有很多大环境的条件不见得取决在我们的手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我包括我刚一开始讲，总是在面对挑战跟困难的时候，一方面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需要去考虑，同时有一个个人的应对跟处理的这个问题要去考虑。因为我不是总能够站到街头摇旗呐喊，我也不是总能够去投入一个非常长期的工作，以改变一个社会可能小小的问题。比方讲，我们这个留学生最常抱怨的就是到今天还要到使馆认证你的学位，缴个多少钱的美金，你才能够正式的到学校任教。但这是题外话。我要说的恰恰就是说，这种选择本身是珍贵跟难得的，但是我们也总是在一个不完全自由的条件当中去做选择，所以在这里头的一个考教跟分析就变得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那么我觉得它后面有一个部分其实是可能很值得宜农再考虑一下的，就是说那留下来就我们这些人最终没有离开，也许是离不开那有没有什么是我们想做的？当我们选择不离开，或是我们最终留下来的时候，那有什么是我们想做的？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的。对，所以我先看宜农有没有要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回应。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有几个问题。所以我自己我的成长过程，我在美国出生，那童年有相当这个有一段时间是在美国。那当然刚刚那个我们也谈到嘛，教育主要是在美国，那工作到香港10年之后，不过这也10年多前的事了，所以回到台湾11年了。我不敢说我是非常国际化的一个人，但是我的成长背景当然有花相当有好几年是在国外不同的地方。那我记得我们前几天才在聊说要跟孩子用什么样的语言讲话。那我还跟志明分享说，我们的小女儿出生之后，我会跟她用英文讲话，然后她的妈妈会跟她讲中文。我们希望她成长，不管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她至少从小是一个在一个对于这2个语言来说，是相当熟悉的。其实也只是父母亲希望确保他们未来有多一点点的机会，跟别人比起来在竞争力上面不会那么的吃亏而已，也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从这边就聊到说，其实并没有很多的家庭有这样子机会去做这件事情，它本身它就是一个不公平的现象。对，但我为什么讲到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知道我相信你也是，我们在台湾继续为台湾社会努力，做我们其实老实说做我们觉得每一天觉得有意义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这个决定也会影响我们的孩子，是对不对？对因为我们的决定我们决定住在哪里，他们就住在哪里，没错吧？很无奈的。我觉得你需要讲一下那个女儿那个出国前后的这个出国前后的变化。这个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但是我暂且先打住一下，因为这会进入到一个我们其实有兴趣，但是大概没有时间能够充分展开的这个双语教育的问题，所以容我先在此打住，因为线上还有几个问题，所以也许我先回到线上这里有一个我觉得蛮有意思，有2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话题，一个是关于自由。他说刚刚2位都提到了自由许多的都对自由这个题目有许多的琢磨，那么所以他想问的是自由的定义是什么？很多人来讲，就他的理解都是不自由的，财务不自由。比方讲，那现在未来的这个社会是线性，还是线性的往这个自由的方向发展，还是说会有种种的起起伏伏？
包括这个所谓政治不正确里头的取消文化，这究竟是自由的结果还是不自由的伏笔？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另外一个是比较不同方向的这个问题是，一个朋友其实问了2次，他说台湾是否应该先开放大陆人旅游许可证？然后呢，这可能是另外一个朋友，但是接近的问题。他说，那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中国，特别是2049的中国跟全球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我想是一个非常宏大，几乎是算命师的问题了。但是或许我们可以试着琢磨一下，从自由到这个到对未来的展望。OK， 从自由开始吗？对呀，或者是你要反过来都可以。Yeah， 我觉得你要这个陪伴你。Yeah。我们谈自由可以谈得很哲学啦 ，OK， 那但是我觉得现实面，我们比如说跟我们之前谈到的，对比的一些其他社会，香港也好，中国也好，言论自由是一个很基本的 ，OK， 宗教信仰的自由，对不对？组织的自由，活动的自由，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我们的。那当然，身为家长，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身为一个公民，我们也希望我们有一样或公平的机会，跟身边的我们刚刚讲到教养孩子，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不管家庭背景 ，OK， 不管财富，我们跟隔壁的孩子有一样的机会去争取，去成长，就是说我们人生的发展不应该是因为我们的财务背景 ，OK， 成长背景，爸爸妈妈的身份。应该大家有一个公平的一个起跑点，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期待最基本的东西。是，那当然，我们可以谈到财务自由，还有财务自由的话，我们当然要谈的是台湾的就业环境，OK， 台湾的就业环境，那这个就进到我们的产业政策，我们可以思考说台湾应该如何可以更有竞争力，让更多的公司、更多的机构在台湾设点。在创造台湾的就业机会，让更多人有可发展的事业，让更多人有财务上的自由，对，居住的自由。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我们这可以谈很多很广。那如果是在两岸或者是这个两岸的框架下的话，我觉得非常我们在谈的东西应该是应该是一致的吧？你觉得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在猜测这个朋友对于自由的这个讨论跟想法，带着一点点讽刺的意味。讽刺的意味就是说，一方面自由是大家都渴望的东西，可是财务的不自由是一个现实，而且可能是绝大部分人的现实。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对于自由意见的表达，对言论自由的这个追求跟价值，我想大家也都是同意的。可是呢，一旦当这个自由是毫无限度的时候，它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效果，包括取消文化。所以我想是他在这个问题里头试图要提醒大家的。那这就让我想起，就是说，我想刚宜农特别试图来从一个政策产业面的这个角度去理解现实生活，或包括我们的经济状况跟自由的这个相关性。那我觉得其实在这里头，可能包含了另外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面向，就是所谓的心灵自由，就是说我能不能够自由的想事情，我对于事情的判断能不能够不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方方面面的，从父母亲到朋友到学校老师，甚至我们的小孩，我们其实每天受到小孩的影响，情绪上面，所以心灵不是很容易自由 ，OK？ 那这个心灵的某种意义上的不自由，其实反映了我们对于社会种种议题的某些执着跟焦灼。对，这个我想可能是另外一个去理解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向，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琢磨在财务上的不自由。我想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准点，但是也许人生还有一些比财务自由更重要的自由吧。比方讲，但我觉得后面另外那个关于两岸的问题，这个我想稍微提一下，因为这也是我常在国外的时候最常遭遇到的一个问题。特别是碰到大陆朋友，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到台湾去啊？为什么你们不让我们去台湾啊？
那我想这个大家在疫情这3年下来都有一个很基本的体会，就是面对这种问题很无奈，对不对？就是也不是我说了算，对吧？我也很希望你来，但你不能来，我也没办法。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反映的是我们刚刚在讨论的一个关于认识跟情感的问题。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朋友的一个问题，大概某一个意义上是在说，如果我们希望能够两岸走向一种对话，走向一种公平的对待，那么在这种行动上面的、移动上面的可能性或者说自由度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当然，在很大的面向来说，这个也许需要跟中国政府争取，对吧？就是如果他能够放行自由行的话，或许很多人就可以来了。可是反过头来，就是说台湾方面在这些地方所设下的种种的明确的或不明确的限制，很实质的，我觉得在这些朋友的身上感受到了。对，那这个可能是我们作为台湾社会公民面对国外的朋友很需要的，面对大陆的朋友很需要承担起的一份感受跟责任。这个我想是一个对这个问题，我想一个简短的回应。我就不知道说一诺有没有什么想法。观光交流都很好啊，对，我也同意。是，请。我跟现场一位朋友，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感觉，其实今天我们来这边，好，我们一直以为，其实今天大家谈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就是2049年10月1号下午3点对中华民国的意义。但是绕了半天，我们好像感觉其实一直没有听到，这其实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其实我一直对民进党的朋友，我一直觉得很好奇的是，虽然你们一直很强烈的强调对面跟我们不是同一个国家。有一次我在录影前，我碰到贵党一位朋友叫谢佩芬，对，然后我问他一个说，他跟我他跟我自我介绍，他说他在哈佛念国际关系、念法律，然后讲了半天，然后呢我就听了之后，我说你是国际关系的这个高材生，我说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啊，中华民国的国际人格权代表哪个国家？然后他听了之后马上一直给我傻笑，然后说这个问题很简单，这个在国际法上有非常清楚跟明确的定义，然后还继续傻笑。然后我最后问他说，我自己讲了结论，我说中华民国的国际人格权代表中国嘛，只是不能从你嘴巴里讲出来，对不对？然后他继续傻笑点头。对，其实 OK，2049年10月1号下午3点，对我们其实是在国际法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但是我跟会场另外一朋友，我们都同意一件事，你们兜了半天，其实一直没有切进这个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说原本今天你们的问题设定就不是在讨论这一块？之所以说这个是个不寻常对话，是因为这也是个不容易的对话。那么2049是一个我们都觉得是一个重要跟有趣的题目，但是它又是一个不容易讨论的题目。不仅仅是因为你刚刚讲10月1号的这个问题，同时也是在我们怎么样走向这个10月1号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最后的决定是我们希望把这个问题的焦点放在走向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做什么？因为究竟10月1号，2049年10月1号那一天会是怎么样？我们其实在现在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不是很能确定。我们有我们的判断，但是我们未必能够清楚准确的预言说就是如此。那么包含您刚刚提到这个人格的问题，这个也牵涉到就中华民国国际人格的问题，这也牵涉到每一个人在包含这个线上跟在线上跟在现场的朋友们对于中华民国这4个字的一个根本性的判断，对吧？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不是要去主张某一个特定的立场作为好像我们相信的真理，于是大家要各站一边这样，而是说在这个预设到一种分歧的认识的基础上面，有没有一个空间可以让我们还站在一起聊聊天？很可惜今天没有一杯酒，不然我们会胆子更大一点点。我想这个是就是说这个讨论之所以让大家如果觉得搔了你的痒，但就没有搔到痒处的地方，我们有所邀请大家多所包涵。但是同时我觉得当我们把这个焦点从2049的那个点往前推的时候，或许那个讨论的空间会比聚焦在2049上面来得大一些。
延续这一点，我觉得这边我也得跟那个我们的不在场的朋友道个歉了啊。我觉得我们对不在场的人任何的调侃或者是这个评价，或许对他也不是很公平，那没有机会在这边为自己解释或说明啊。但我觉得大家的确，我们今天会议前谈到这个开始这个对话前，我们的确有讨论一个，大家来到这边带着不同的期待。是 OK 有的想要好好的来谈国防 ，OK， 有的想好好的谈两岸我们的宪政，想谈中华民国等等的以及亲子关系甚至 OK 那我们如何在短的90分钟内可以不要让我们到底是要满足某些人，还是让所有的人失望？OK， 我觉得这都是困难的选择，没错但回到两岸的这个矛盾，我觉得在场的人，不管你是相信不管你政治上的偏好，不管你自己的这个信念。我的期待是我们其实可以现在透过我们的互动跟 Q&A 来谈一谈 ，OK， 现实是什么我们都知道，OK， 台湾的历史环境是什么我们也知道，OK， 那我们可以如何让台湾更安全，维持安全？我们如何坚定强调我们的立场，就是说两岸的分歧一定要透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OK， 我们怎么达到这件事情？我们过去几十年来嚇阻是成功了。有种种的原因，有一些不是因为我们的关系，有些是因为国际社会的介入，有一些是因为北京政权解放军的能力等等。但是嚇阻成功了这么久，我们怎么确保嚇阻力可以持续再下一个25年？OK， 让我们任何的分歧、任何的矛盾，至少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OK， 我觉得这应该是希望这是一个共同的基础啦，一个共同的我们共同的立场。对，我想这个说的好像有点绕回来，我们一开始在说的世界和平，那起码希望台海能和平。这个恐怕也是今天这个社会当中，甚至我觉得两岸三地的朋友们可能都能够有所共识的地方，就是如果所有的分歧能够和平的解决，包含以巴问题，包含这个俄乌冲突。如果可以和平解决的话，为什么不？对不对？那我们如何能够使得这个和平解决成为一个最大的可能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避免掉那一些会造成更剧烈冲突的这些因子。那么，诚如刚倪农讲的，在90分钟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解救世界，对吧？我们也不可能完成所有的任务。可是我们想试图的就是说，如果刚刚一开始说的是一个邀请。希望大家也能够来尝试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方式跟对话的可能，因为我们看到太多，这个一言不合，亲子断裂的这个历史经验，一言不合夫妻吵架的经验，一言不合，朋友绝交的经验。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最可惜的一个部分，那也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之所以愿意尝试这么做，一个比较潜意识上面的一个期待。那我不知道在座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现在剩下最后2分钟的时间，也许陈建明陈老师还有最后的2位朋友，最后一位朋友，你先 OK， 好，那好，很高兴今天参加这个活动。那其实我自己没有预期这是一个亲子对谈，那我自己是没有小孩啦，所以可能没有立场说太多东西，那我就分享一些自己粗浅的看法。那我觉得今天还真的是谈到蛮多两岸的东西，然后关于中国什么之类的。那其实我一直心里觉得说万一哪天我有小孩的话，我们应该尽量不要这么的谈论这么多中国的议题，就是我们台湾人放太多心力在讨论中国上面了。那我会鼓励我的小孩，如果有一天有小孩的话，应该多去认识这个世界更多其他人。就拿台湾来说好了，我们有这么多我们可能要引进印度的移工，以及我们可能我们很多现在科技大厂有印度的这个博士生在里面工作，印度跟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我们不应该去了解印度人的想法吗？印度年轻人的想法。那还有我们这个我们有这个
中配之外，第2大外籍配偶是越南。那越南我们也很多台厂到越南去设厂，越南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那我们应该鼓励我们小朋友去越南了解、认识越南人。那除了这个外，还有比如说韩国跟我们一样都面对共产的军事威胁或者东欧也面对这个俄罗斯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这些我觉得都非常重要。那与其去花那么多时间在思考2个问题，我们应该鼓励我们的下一代到2049下一代，然后去认识世界上更多的国家。除了学英文之外当然英文是最基本的，也可以学一些其他的语言。对，我们台湾过去有一个传奇，就是拎着一个卡箱就到全世界各地去做生意。那我们下一代是不是可以拎着这个背包旅游到全世界地方去认识不同国家的人？那我看在桌前面好像有几个不知道哪个国家，我也是很希望可以跟他们聊聊这样子。那这是我一点粗浅的看法了。那就贡献到这边好。谢谢。我们最后请那个陈老师好不好？然后我们也许再做回答。OK。我也有一种感觉的说，今天好像没有谈到2049年。那个是我从香港过来的人，感觉很不一样。对于香港来讲，举个例子1898年这个北京条约。即把香港的这个新界租给了英国99年，那有一个很清楚的 deadline 以后，那我们都很紧张。1997年还能保持我们的生活吗？然后到了1997年签了这个合约以后，把这个主权转到中国，只有50年说保持不变，生活不变。那2046年就变成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底线。那之前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到了2046年的话，究竟是香港改变中国，还是中国改变香港？两个地方能真的是走在一起吗？那些都是变成香港很重要的一些疑问。当然，现在已经是有答案了，就是说还没有到2046年，中国已经是没法接受了香港的一种那么自由的社会。那我一直想到，香港为什么在中国眼中那么不能接受？我们没有军队我们也没有选总统我们也没有说好像台湾有这么长时间的本土运动，讲独立等等。那香港只是一个很庞大的公民社会，独立的媒体、自由的传统已经没法接受了。那可以想象，从中国眼里头，怎么能接受今天的台湾？我觉得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只是因为要打过来，那个成本太高，风险太高，只是这样了而已。然后我觉得从他们眼中，绝对不能接受今天的台湾的。所以对我来讲，台湾应该是很警惕的。可是我来了以后，我还没有这种感觉。可能刚才朋友讲中文，你讲的太多了，所以好像不愿意再讲。可是从香港过来的人会感觉到，我很奇怪。当我选择来这个地方，很多人问为什么你去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乌克兰以外最危险就是这个地方。可是来以后没有这种感觉那这个其实我原来就问这个问题，是我们没有好好去面对这个问题吗？我不反对我们台湾要更全球化，更有国际视野。看完以后，我觉得是让我们更懂得怎么去处理中国问题，而不是逃避中国问题。真好。我先谢谢老师，还开心再一次看到您。我完全同意刚刚提的这2个观点啦。首先，我也想要借机补充一下，我们必须认识中国政治发展，了解中国政治发展，我们也必须认识美国的政治发展，因为对台湾来说，对台湾的安全来说，这2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直接影响我们的安全跟未来这个是应该不需要再解释。一个政权就如老师所说的不希望台湾存在。其实他已经透过各种手段让台湾不存在。不止现场有一些国外来的朋友，看你搭的哪一个航空公司，有些航空公司你买票来台湾的时候，它上面是写说到台北中国台北所以这个手段我们知道，它不是只有在外交，不是只有在经济，不是只有在军事，它不断的在尝试消灭这一个主体，我们的民主社会。那我觉得我们当然要强调的，我们现在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到底要如何维持这个自由嘛，对不对？
然后确保说未来任何的纷争，我们还是可以，我们有实力可以如何呢？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对，我觉得这是重点。那为什么要认识国际社会？当然，因为我们在台湾的发展，台湾不能只有安全。其实我跟志明之前也讨论过许多，台湾不能只有安全跟国防，这个当然是基础，是前提。可是我们仍然需要经济跟发展。那台湾的经济跟发展策略在哪里 ？OK， 一定只有透过中国吗？回到刚刚朋友的提问，当然不是。所以我们要认识的不只是中国，不只是美国，我们还要更认识其他国家。我这些都同意。那我觉得回到老师刚刚最核心的这一点啊，在安全这一块，保护自己，维护至少维持我们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努力？老师提供一个香港人的观点，似乎一个似乎看不到太多的决心，是这样吧？或者是没有把眼睛更大睁着我们真正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否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其实台湾有许多人对于这个问题是否是真正的问题，都还打一个问号。对就是说，比如说在一个极端或许有些人会告诉你，中国其实透过其他手段就可以让台湾屈服，所以他完全不需要透过他的军事力量，不会打。再来不可能中国愿意惹美国跟日本，所以不会打。再来，不可能承受战争的代价，所以不会打。对，其实不久前，我们过去几个月前看到的一些政府公开的民调，问社会大众说有多少人认为未来5年有战争的风险，多数人70%以上认为没有。OK， 那这个危机意识也直接影响了我们的政策跟决心。军事的改革，军队文化的问题，在场2位专家，我相信比我还清楚，比任何人都还清楚必须改。台湾整体社会的准备，整体社会的韧性，到民间灾害应变的能力，这些我们太多年只是做一些表面的一些功夫跟交代。大家应该记得上一次防空演习。防空演习完全不挑衅，只是在保护自己而已。你做了什么？政府带着大家做了什么？就是不管你从公民社会来看，民间的准备来看，第一线警校人员的准备，还是我们的这个军事的这一些改革，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我们需要加快脚步，因为曾经有人问我说，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在哪里？是2049吗？还有25年吗？我觉得完全不是。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挑战在时间，因为我们看到的一个政权是一个有时间感、有危机意识的一个政权。那当别人在做这么多的改革、这么多的准备，透过各面向的行动，我刚刚讲到的外交的、经济的打压、海域的，他发送出这么多的讯号。告诉我们武力完全没有被排除，武力在所有的他们的选项之中。那我们该做的我们还该做些什么？对。那我知道之前这个我相信也是几位伙伴学长今天来到这边或许想要讨论的。OK， 那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因为现在已经除君我们到15分是吗？希望我们到15分是吗 ？OK， 好，其实到15分也是不是太遥远的未来，就是马上就到。我觉得刚刚强老师提了一个很关键的话题，然后宜农的回答其实也把这个话题打开了，所以之所以主君期待我们稍微延长一下时间，是因为好像我们现在才真正开始，前面1个小时有点可惜了。但话说回来，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是感受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说这是世界上最为危险的地方，但是住在这里的人好像没有危险的感觉，对吧？不管是裴洛西要来的时候，或者是之前演习的时候，我说我常用的一个图片，就是我忘了某一次的演习上，他们在淡水的这个海滩战车开过，
旁边就是一个比基尼美女在晒太阳。这个是台湾的现实，或者说某一部分的现实。那我觉得这个既令人担心又令人安慰，但半开玩笑。担心当然是真的很担心，但是安慰又让你觉得说，台湾真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它有一种很奇怪的状态。这个状态一方面是对于现实的高度焦虑，可是又是对现实的一种non-engagement， 就是不 engage。所以我觉得刚刚宜农在说的就是说，这个焦虑感，这个时间的紧迫性其实迫在眉睫，台湾该做很多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恰恰是在这个感受上面的问题，使得我们可以某种程度上来理解为什么我们对于时间的紧迫感并不是那么的一致。因为这两边的竞争是不一样的，两边的体量是不一样的，两边可以做的准备是不一样的。于是我们要想的恐怕不是一种相对应的你增加一个我增加一个这样的一种对抗性的一种较量或者是互相的防备，可能更多的是不同的 strategies， right？ 不同的竞争的可能性。那这个我觉得也是我想通过宜农今天就宜农刚刚的表述里头也试图在指向的，就是说我们到底有哪些准备可以让这个25年延长到100年？但同时我想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必须要从认真思考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现状究竟是可持续的吗？所谓的现状难道不是总已经在改变当中了吗？那么面对这个在改变当中的现状，我们怎么样走过这下来的2年、5年、10年、25年？这个我想是今天这个讨论当中比较我所理解到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话题。对，那我们还有最后4到5分钟，有没有朋友要做最后一个提问？或者大家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功成身退？是，能多讲一句？请陈老师好。我希望能够把危机变成一个台湾发展的机会。举个例子啊，看到台湾很多美好的山水，台东我觉得比较 Australian 那个 Twelve Apostles 一样漂亮。可是很多欧洲人、很多西方人其实不太懂台湾的好的。茶馆、咖啡、山水都很好。那如果将来有一天台湾出现什么危机，需要全球的民主体系来帮助的话，我觉得平常的一种交流，包括旅游，更多的跟一些西方的人民接触，就是来旅游，他感受到台湾的美好的时候，当台湾有危机的时候，全球更多人愿意来支持的。那我觉得这种危机其实应该让刚才谈到，我们要打开台湾，让世界看到，跟国际化这两个事情没有矛盾的。能不能把危机转成台湾更有世界的面向？这个是我的期待。宜农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或说明的？如果现场的朋友跟线上的朋友都没有进一步的提问，我想刚刚陈老师的这个补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这也是中国古老智慧啊，就危机即是转机。让我这么说吧，就是交流再一次的是我们刚刚在话题当中一直提到的一个问题，也是我觉得长此以往在某一个时段来讲，我们非常期待透过与中国的交流，使得台湾的危机能够变成转机。那这个是一个曾经做过的尝试，这也是一个还怎么说呢？也是一个也许有些人有不同意见的一个方式。但不论如何，我想从我们刚刚的讨论里头，其实对于交流的一种开放性，对于台湾问题的一种国际化的呈现，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我觉得也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今天国际媒体对于台湾的呈现，恐怕也是非常的单面向的，或者是非常分歧的。对，那这个都是我们在台湾的大家都还有很多值得努力的空间，也是我们非常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论坛，这样的一个对话，在现场跟线上的朋友。可以对台湾有多一点点的了解，可以把一些你们听到的、你们理解到的一些我们的内在矛盾跟我们的担心、焦虑，还期待让更多人知道，
有更多的分享。那我们真的希望，如果真的是一朝有难八方来迟是可能的话，那希望也是值得再期待。所以我看有没有进一步的说法。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希望在走向2049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也能够快快乐乐。OK， 希望有空下回再见，谢谢大家。